大家好，新年快乐！过几天就要2024年台湾大选了，今天来蹭个热点，说说台湾。当然，忘了防杠，我们来个梗图。我们中国真的很了不起还有什么呀？台湾的民主真是太棒了。那么我是呢，10年前，2014年春节前后去的台湾，本来打算从美国回中国的途中经过日本，结果跟我一起的同学觉得之前福岛核辐射还有影响，我们就把目的地换到了台湾。小时候呢，我们湖南台周末晚上会放台湾的综艺节目，周五是吴宗宪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周六是超级星期天很搞笑，所以我也能模仿几句台湾腔。有吗？你这怎么这样子？太过分了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件事情呢，我等下跟大家聊一聊。当然了，已经过了10年了，我还记得，那确实应该是深刻印象。第一呢，就是台北车上摩托车很多，或者叫机车。路口红绿灯的时候，红灯停车线附近呢有一个专门的机车停车区，这个区后面呢是停轿车和其他机动车的地方。一到红灯，大家就都停下来了。可以看到呢，陆陆续续这个机车会从轿车的缝隙中间来到这个机车停车区停下。好，之后变绿灯了，机车和轿车同时启动，但是机车的这个平均速度会比轿车慢一些，所以说它又会被轿车慢慢超过。如此循环下去到下一个红灯，还挺有意思。第二点呢，就在旅馆看电视除了综艺和电视剧之外，一般也就3类节目。第一个就是音乐录影带music video 很多。第二个呢是股市分析就是那种股市分析师说哪个股票会涨，哪个股票会跌之类的。第三个非常令我惊奇的就是讲佛教的，所以说估计是大家股票一涨了就看股市分析。股票一跌了就去听听大师讲佛教，是不是这样呢？你老公跟别的女人在睡觉，你要马上关起来，假的。哎呀，我眼睛业障重啊。第三点呢，我们当时sign up 了一个当地大学生陪同游玩的这么一个 program，可能是当地大学生的一个类似于自愿经历的这么一个课程要求吧。结果我们 sign up 之后回来，过了几个月之后，收到邮件说这个项目取消了所以我们还挺幸运的，赶上了这个末班车，跟2位台湾同学一起游玩了半天。这2位同学好像是不能说的秘密里面女2号曾凯旋的校友，应该是世新大学的。好，我们呢也去了这个不能说的秘密的拍摄地周杰伦的母校淡江中学还是挺有意思的。当时我看到我们学校，我觉得哇，这个学校真的很小，电影里面的滤镜真的开得很大。跟他们呢也聊天了，聊起了台湾的民主，他们非常非常激动地告诉我们，都是骗人的。他们在电视上吵得不可开交，下班了之后一起喝酒，这个真的好像是当时把他们累积在心中非常久的怨气发泄了出来，还挺有意思。其他景点的一些零散记忆呢，第一点呢是那个永康牛肉面，在一条不知名的小路好像在一个对面就是一个小学吧，一个小店，但是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做攻略的时候就做到了，应该名气也挺大的，但是人不多。我们早上一去，中午可能快11点才开门吧。那个牛肉面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不行了，口水要流下来了。第二点呢，就是中正纪念堂那边我觉得跟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很像感觉很像。第三个是野柳，野柳是个地质公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石头，无数的大巴拉着一车旅游者下车排队，跟他们的这个最有名的景点女王头照相，然后走人。我跟我的同学呢，我们2个时间安排很充分一直走到了他们那个公园的尽头望着对面的海，还有岛，吹着海风，心情很舒畅让我想起了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服务1意尽，则游者众；嫌疑远，则智者少。都装了一下还有就是阳明山小油坑富裕记算是一个小的一个喷发口吧，或者叫出气口吧，算是喷发口。附近的二氧化硫的气味真的很呛，周围也可以看到那种黄色的物质，就是硫我们爬到了山顶2月份爬得我一身汗，因为当时这个台北嘛也是挺热的。爬上山之后一看，台北确实就是一个在四面环山，确实就是一个盆地嘛，确实也挺热的一个地方，亚热带。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有印象的地方就是森林官邸，蒋介石给宋美龄修了一个厕所，
或者叫浴室吧，全部都是粉红色的啊，浴缸、水池、地板，好像还有天花板。几乎我记得除了那个镜子不可能上色的话，其他都是粉红色的了，真是也挺有意思的。可惜当时我居然没有照相，可能估计也是照相也看不太出来吧。当然，台北故宫有很多很多的好宝贝了，这些就不赘述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最后再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